安娜，上次介绍你的洗发精开始使用了吗？欢迎来到与男神有约，今天约的是 Lawrence。我不是男神，但是我是男神制造机。记得我们第一次合作是什么2013年，对，这个伟成跟惠仪的婚礼 MV。你怎么走上设计师这条路？其实就喜欢这一行，从什么时候啊？从我选择不读体专的时候，读体专啊？对，哦，对，因为我开始体专生、跆拳道生，对，然后我也是有机会待国手，但是就放弃了，家里面不喜欢我做这一块。之前知道美发应该是很累的一件事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纯粹就是看着设计师光鲜亮丽、好看，然后又帅气、美丽，然后每天在店里面这样子弄很多人，这样感觉很好，我就觉得，我想尝试这一份工作。那进入了之后呢？就觉得它是我的选择，没错。算是一种虚荣心态吗？当初最投入这一行也是我爸叫我去的，哦，很妙，因为他不喜欢我去学体育，然后他喜欢就想说，刚好有个亲戚在做小工作室，然后他也知道我要当兵了，所以叫我去做这一行试试看。定义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师？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蛮喜欢学习新的东西的设计师，也是乐于分享的设计师。我会希望把我学到的，然后可能就是马上的分享给我身边的同事或朋友，跟我同事相关的工作的人，我都会想分享给他们。你自己是一个喜欢变化的人。对，在技术上面的话，我会一段时间，我会让我的客户朋友们感受到，我不会特别去讲说，我今天特别学了什么什么什么，但是我会让他从我在帮他服务的过程，他主动说改变剪法了，改变烫头发了，我希望他们是在我的服务的过程中，他们体会出来、体验、感受出来的。发型生涯里面，服务的客人一定很多。对，那我们讲一个，你应该有服务过艺人吧？我服务过任达华先生，对，然后还有国内的老牌艺人，对，任达华应该是你印象深刻。对对，华哥很 nice。就在你这20年的生涯里面，你曾经应该是从学徒当设计师，那你也曾经有开过店，对，没错，但是也失败了。什么原因？理念不合了吧？对，可能就是我那时候笑称就是三娘教子，3个女生1个男生，我就是其中1个男生，所以是三娘教子。那可能就是因为也相处久了，反正就是口头上的一些言语，可能大家也没有很避讳，就得罪了，大家彼此得罪彼此这样子，对，然后也不能讲说他们算计，但是就是我选择离开，在那时候我依然就是没关系，我选择离开。原来你们会一起合作，是因为你们是朋友，是好朋友，对，也是好同事，对，是因为是真心的这种彼此的伤害，还是我会很常跟人家讲说，就是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对他们虽然有一些无意的说话出来，但是如果真的想要制造出纷争的话，听的人呢就会，我就是那个听者。我的心思其实是一个很细腻的人，那其实你讲一些话，长期累积下来的时候，对我来讲，它是一种伤害。我可以一开始1次2次，我可以选择假装我没听到，但是3、4次，当我们一起开店6年，当这6年很多的话都是一直在重复的话的时候，6年的累积下来，再加上我跟里面的相处也将近快10年以上了，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同事，从10几年这样的下来的话语累积之后，对我来讲是一个爆发点。有没有那种曾经有什么失控的那种状况？失控应该在我之前自己开店的那一家失控比较多。
对，就是当场我骂了我的同事，就是那时候已经很后期，我们已经就是言语上已经没有很和好的时候，对，可能是之前同事他们讲的是表面的话，对，然后合伙之后变成是稍微真心的，对不对？稍微真心到后面可能变成大家在因为利益的时候，对，那因为我们是口头约，所以其他很多事情我也不想去做计较，就是赏林啊，对。有因此而赔钱吗？第4年、第5年的时候都有食品，但是你说真的赚到钱吗？也没有。对，长时间的工作会不会让你有压力？长时间的工作，没有客人的时候就会有压力。没有客人的时候，对。但是你现在基本上固定的，始终的粉丝其实也蛮多的。然后其实老实说，在业界我认为已经大家也都很知道的，但是你说没有工作的时候会有压力，像疫情啊这段时间，然后你会客人减少，对，会有压力，我很容易给自己压力。因为我会每年给自己定目标，但我的目标没有达到的时候，我就会开始有压力。怎么样去排解你的压力？有压力的时候，我就去想办法释放压力，或去做一件事让我觉得我有成就感的感觉。例如就是去上课，对，然后去学习，让我感受说我不是有这个压力，然后我把这个压力转换掉。对，所以工作其实让你有压力，同时也让你因为这个压力去学更多新的东西。我以往就是大概会2年或3年，我会去英国上1次课。那因为今年也刚好没有，那我也刚好1年，因为今年这样子的话，我上了韩国老师的课，然后跟英国老师的课，但是线上课程。对，你刚刚说英国，为什么特别喜欢英国？因为我减法就是一个英式的开始，对，我的老师他们都是比较英式的剪裁风格，然后我也比较喜欢像英式的风格，对，所以我就这样一路上我就很喜欢英国。那英国就是我们发型师每年都会想要去朝圣的地方，对，沙宣，那你会去参加所谓的发型比赛吗？我会啊，今年有参加施华蔻H 牌的，对，然后资生堂没有，因为资生堂比较好像要叫一定的货量才有办法去参加对，然后明年还有一个肯威的比赛，对，也是会参加，对。但讲到发型，你整个眼睛亮起，对，比赛眼睛亮起，因为我喜欢，对，自己觉得你自己的创作是属于什么样类型的？我的创作，我喜欢多变、很多创意的，对。那不就是你自己吗？对，我喜欢这样子的模式一起去做，对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才让我学习到更多，而且我喜欢跟更年轻的一辈的设计师聊天，分享技术，因为他们给我的想法跟我给他们的想法可能就会不一样。应该有得过，有得过一些名次，但是也有一些是没有得过。那没得奖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去调试？没得奖哦，好 ，OK，对，好，没了。我不太会去在意这个，我会觉得比赛是一种对我自我的检测，跟我会每年给我一个自己的功课一样的道理。对，像我每年万圣节前一定会做一个功课，那个功课是从头到脚的整体造型，包含头发彩妆，但是我又不想做一般的万圣节造型，所以我就会去做很多奇奇怪怪的。那我有一段时间想法就是朋友说，你都有时间花这种打扮去参加万圣节 party，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变成融合你的工作，把它变成是你可以去做的事情？所以我就把它变成我每年的功课，我就会做一个整体的造型。那比赛没有得奖，它是一种检测。我今年想要表达这个，那我可能今年都做太多商业了，我想要玩一些创意的，所以我会在比赛上花。但我会从比赛中得到一些技巧，可能就是以往没有去做过的，那我这次会实际去操作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会从中得到技巧。当得到这个技巧之后，没有比赛得奖没关系，我会把它用在客人身上。对，但是我要把它变成商业款。对，就是我就觉得我从中得到很多东西。客人对你的评价怎么样？客人对我的评价，应该还 OK 吧。客人对你的不评对你有影响吗？有影响。我会很执着去思考为什么做不好这件事情。那你听过什么样的？
通常不会有直接的跟你讲，但是可能就是传讯息的，或者是网络上的负评。对，所以我有看到一个负评，可能就是说，吹头发这么贵，那跟我头发好像用摸的而已，也没有感觉到吹。所以我在思考说，是我在本身的吹风造型上面有问题呢，还是干嘛的？对，就首先这说完，我就去认真的思考一下。我觉得对每一则给我的负评的话，我都会，就是你讲我会陷入那个负评里面。大概会有一个晚上，我会一直思考说怎么会这样，到底哪里做错了？到底出了哪里问题？对，那我就会回想到一点，可能是我当天情绪状况或怎么样不好，或是诸如此不 OK， 或是真的是作品不 OK 或干嘛的，我就会整个晚上我就陷入那个焦灼。但是可能睡觉起来之后，我就想说，没关系，那我就想尽办法把它处理好，但我就再努力一点就好了。对，因为有时候就是得到负评之后，像你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子，我就觉得，我可能第一件事情是会先认为是我自己做错了，对，然后后来发现自己没错的时候，就会好，就这样，你们乱讲话，对。但是我还是会给我负评的人说谢谢，对，因为他给我负评了，让我知道说我要可以再更好一点，对，你说你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，你剪我头发的时候，我可以感觉到那个细腻度在哪里。因为通常剪一个头发不太需要花太久的时间，那其实你可以剪一颗头，即便是短发都可以剪很久。一颗头40分钟， 40分钟男生，但是我可以剪更久。如果今天是要剪更 detail 细节部分的，我可能会花在精修，因为我从以前就是像这样剪头发上来，英式的剪头发上，那我每年去沙宣上课的时候，每次去老师会说，你可以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精修、细修上面。对，所以我有一次就是去完之后，我会把剪完整个架构之后，我会花在精修。对，这就是我们跟百元剪法不太一样的地方。你剪头发贵吗？贵吗？我觉得在东区来讲的话，应该就算一般。对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剪头发跟做任何创意是一样，创意是无价的。对。身为一个造型师，我每天使用了很多的不同的造型产品，然后也染烫后很容易纠结，洗完之后吹干之后又可以达到轻微的保湿，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使用的洗发精。天蝎座是一个心思细腻，对，然后也是算是完美性格。你是一个完美性格的人吗？在某方面，在工作上面，在爱情呢？曾经到后面我会选择就是这样平淡，归于平淡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我人生走过就是很多的伤害，这样子让我觉得会让自己更茁壮，就是看淡。天蝎座其实考虑的蛮多的，可是我其实是一个心地软、耳根子软的人呢。你只要就是可能讲一讲，然后我可能说好就算了，我会选择就好就算了，不要去计较这么多事，或是把事情讲开之后。但是如果真的要拗的话，我可以拗，我可以直接断绝联络，我可以把我的任何在你生活上面发生的有关任何事情，我可以断绝，我可以人消失，从此好像这个世界没有我一样。我有做过这种事情。你觉得自己低调还是？你是说在生活性格上？我喜欢工作上是高调的。对。那我现在可能在生活上面，我可能就想要再是平平淡淡就可以了。如果在感情就是还不是太稳定的状态之下，一旦高调放闪，然后可能很快的结束，那种心情，他的结束是让我觉得这个人不安稳。对，没有承担事情的责任心。这对我来讲，而且你背叛了你的家人。对，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有家的一个有爸爸妈妈的人，应该要以这边为重，而且你反而让你的家人来告诉我，对你好好的沟通，好好的去劝导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是一个不懂事的人。因为我觉得家这个东西我没有过。对，我从小时候就没有一个很完整的家庭。所以我对家这一块的东西我很在意。所以不管是助理他们有什么问题要干嘛的，
只要有跟到家的这一块，我都会分享给他们说，要好好的善待你的家人，请对待你的家人，因为我没有这一块，但是你们有，要好好的把握住。当你们失去的时候，你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你对这个其实有很深刻的体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感情这一块的话，我想要的也是一个家，对，一个真正的是家。你对爱情这一块的定义是，可能未来会是，如果是会有家庭的这一块。对，无论在我们两个工作是一样的工作，或是不同的工作，我希望我们两个是一起成长的，而不是一个人在原地，然后另外一个只往前走。爱情有没有让你对他产生却步这件事情？应该有，却步很多，就是很怕，就是那种不切实际的啊，或者是像那种没有活在阳间、活在阴间之类的那些事，让我就很害怕之类的。应该是多年前的事情，到现在还是有被影响到。听到他的名字，也许会再回想到一些不愉快的过往，但是就尽量能避免就避免了。对，天蝎座他其实是很坚强的人，对不对？你自己是吗？我是很坚强的人，很坚强，对，在外人面前。过去的几段感情里面，就是说，因为你是设计师，可能工作时间很长，对，怎么样去保持你的那个关系是在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？我会把多半的时间都给对方，比如说下班以后的时间，我休假的时间，给予的时间，我基本上是会陪着对方，全心全意的。对。通常是你伤害别人多，还是别人伤害你多？都有啦。对，这样年纪小的时候，可能就觉得仗着自己就是年轻貌美之类的，有没有？对，然后可能当年纪越来越大，然后工作时间，当我的重心又开始摆在工作的时候，就是被伤害的比较多。对，因为变成工作时间长。对，以目前现在来讲，我可以很随意调配我的时间，因为当我的工作现在目前给我的时间是一个除了公休以外，我们还有很多额外的排休时间，所以我可以很多时间我可以陪对方，但是也没有，我现在就是排休，就是在工作。所以你现在是一个完全以工作为主的。对，基本上以工作，我想要把我自己的再调整到更好。对，所以刚好可能就是我希望以后有自己的团队，对，不一定要开店，但是我希望就是我会有一个，比如说外景团队，由我自己去培养的一群人出来，然后我可以以后有工作的时候，我可以直接发给他们，或是我带着他们去前进，这是我目前想要做的，带我底下的新人这样。但是在爱情这一块，就暂时先不要。爱情这一块我也不知道就是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就是随遇而安。我没有很特别要去强求这样子。对，自己本身是个好面子的人吗？我是啊，我是一个好面子的人。怎么说？就觉得我不需要明星的光环，但是我觉得面子对我来讲也是很重要的。好面子就是一个算是你的底线嘛，那可能有些人做了一些踩你地雷的事情，然后我会忍。你会忍？我会忍。我以前会直接爆发，但是我现在会忍。哦，我现在会学不得罪人，但是我如果爆发的话，你会死得很惨。什么是你的地雷？什么是我的地雷哦？你如果涉及到我的人生问题的话，或者是你觉得一些事情你以讹传讹，然后不去讲。不去问当事人，然后而且你是讲那么多的时候，我会爆发。但是我多半现在爆发的都在公司上面比较多。对，因为公司现在尊重我是前辈吧，那可能老板他们也是我曾经带过的徒弟。现在这家公司对，然后3个股东都是我曾经带过的徒弟。你在一个后辈所开的公司里面，对，当资深员工，对，当员工没有资深，因为有别人比我资深。这种心情是怎么样？这种心情就很怕他们会拿我是前辈，然后会觉得我倚老卖老。所以我尽量我会配合公司做任何公司的政策干嘛的，但是我很怕他们讲我倚老卖老，但是我会尽量发挥我会的东西去分享给我下面的，我会帮他们带一些同事之类的，我会去做，但是我很怕就是倚老卖老。这件事情，他们会讲这些事情，所以你算是一个自律的人哦。我是自律的人，对，在工作上面我很自律。你平常是不是一个算是
容易跟自己相处的一个人？我是一个蛮会跟自己对话相处，应该会相处。即便是在就是可能只有在一个人的时候，对，那我很能跟自己相处，我会产生另外一个我跟我自己对话。哦，什么样的一个你？另外的一个更坚强的那个我。我内心的另外那一面就是会告诉我，比如说工作，我必须要工作才有办法过生活。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模式，所以我从小都会跟人说，我必须要动手去做这些事情，我必须要好好的工作，我必须要做事情，做任何事情才能养活我自己。所以我从以前就会选择跟自己对话。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不是在做其他事情，可能是在就是东摸摸西摸摸，或者还是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静在那边，对，产生了另外一个自己，对，很长，对。但以前会很多这是负面的，但现在会多一点的就是告诉自己更坚强的一件事情。对。所以从你以前到现在来讲，你自己觉得有时候我觉得也是成长很多，对不对？对，即便到现在，没错。现在的你过得好吗？我觉得会更好，会更好。对，我觉得现在很满足现况，但是我想要更好，所以说我会希望可以过得更好。对，当然是指生活，对，生活更好，还有工作上面。我预期想要做的事情的话，我希望可以达到更好。不再期待爱情吗？爱情哦，我觉得自己可以达到更好的时候，爱情就会跟得更好。